真的就是赞，无可挑剔，唯一要挑剔的是什么？我没想到你会讲这个。大家好，欢迎收看玩具，我是雾，我是23。今天呢，又来到我们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绍一番赏第7番酷吉哥吉拉大怪兽列传。刚刚稍微看了一下里面的奖，蛮值得收一整套。这次他比较跳脱，把这个 A、B、C 奖的这个顺序算是有点打乱，不用在乎它的字母到底是什么。小奖也很重要。这次呢，就一个一个来推荐给各位玩具人。那我们就直接先从 A 奖开始跟各位玩具人介绍，从最大奖往下开。首先呢，要直接来开的就是我们的 A 奖，1995哥吉拉香港上路。它这次主打的就是它把只要有在收藏哥吉拉的人都一定会知道的酒井裕司老师，他把它的原型然后进行3D 建模之后，做成了比较小的版本，大概是22公分高，还是相当惊人啊，真的就是赞，无可挑剔，唯一要挑剔的是什么？涂装。这个是红莲哥吉拉，其实我觉得它的造型就是都还做的算蛮不错。可是这只红莲哥吉拉的，我觉得小小缺点就是它身上的那个红莲的涂装，就是这次的 A 赏跟最后赏是使用相同的原型，像它的这个脸部表情，还有它的眼神啊，还有牙齿跟舌头的细节，我觉得眼神真的是很生动。然后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造型真的没话说，而且它嘴巴里面那个湿润感觉。但是呢，就是红莲最特色的它的那个火红的那个涂装，偏色块了啦。我觉得不用那么鲜艳，太想要把红莲的特色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红莲其实它就是微微发光，因为暗红，但它为了要表现出那种火红烧红的样子，特别用比较亮的涂装去做，其实色块感就会稍微比较重，在涂装上面好像真的美中不足啊。对，差那么一点的感觉。然后不要乱比。那我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一番赏的最后奖，这个造型他们是2个是一样的。那在脸部啊、舌头这边、身上的纹理，我觉得都做得非常不错。那它整个身上的涂装就是这种素色的。这只哥吉拉也是1995年哥吉拉队贝斯特多亚在结尾的时候出现的这个造型。背鳍的部分呢，它是用灰色去渐层到就是深色。哥吉拉身上的质感，我觉得都算是还原的非常好。对，因为像它的脚趾啊，或者是手爪的涂装，其实都是比较简单，但是就很好看。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A 奖跟我们的这个最后奖。那接下来我们的 B 奖呢，就是我们的大型亚克力立牌，共有3款，分别是我们这个1954的这个初代哥吉拉，然后还有1993的这个哥吉拉队机械哥吉拉，那还有这个我们的安野老师的新哥吉拉。这边呢，就其实就是按照他们的比例去做，对，按照他们的真实比例去做的。像这个初代哥吉拉呢，它就是有50公尺高，2000吨重。那这个1993年哥吉拉就是100公尺，然后有6000吨。那这个我们的新哥吉拉118.5公尺，9200吨，可以感受到这个哥吉拉的通膨，这个核能的污染越来越大。这3款立牌，我觉得都做的还算蛮不错。它尾巴这样直接给它这样切掉，不对。如果亚克力立牌做那么长的尾巴的话，它有可能会断掉啊。可是我就是要这么长的尾巴，它之后再另外做一个尾巴，然后第2弹就可以接出它的尾巴，只有尾巴。会赚了吧？接下来我们的C奖呢，就是我们这个一般酷吉的常青树毛巾的部分，但它这次这个毛巾特别不一样，它是纱布巾哦。讲一个比较私人的事，因为我平常洗完澡，然后我的毛巾就是纱布巾啊。我觉得纱布巾就是擦起来就是水，因为纱布巾它很吸水，可是它擦的时候会有一点，你会觉得怪怪的。如果有小孩的人应该都知道，小朋友擦身体也是用纱布巾，因为它对肌肤最好。所以我觉得它这次出纱布巾算是蛮不错的啦。其实也是有点纱布毛巾啊，它的正面是比较纱布的材质，它背面是毛的，那正面是用这种纱布。那毛巾呢，就是有3款图案，一款就是我们的这个摩斯拉，然后还有我这个是我们的 Jackie Gaga 喷射杰格。我觉得喷射杰格这次终于又出来，我觉得蛮开心的。第3款毛巾呢，就是我们这个哥吉拉，然后下面就是坦克车啊，抓着飞机的那个，对，抓飞机的那个造型，算是蛮可爱的，而且它的颜色也是很鲜艳。因为女生喜欢哥吉拉，我觉得她们有时候很需要一些比较属于少女的哥吉拉小物，而不是每次拿到哥吉拉就要露拍照。我没想到你会讲这个。
接下来我们介绍我们的第一奖电影 logo 展示牌，那它是用这种厚的亚克力，拿在手上的时候那个重量感是有，而且它就是不用底座，它可以直接放。对，总共有7款。经典哥吉拉的 logo， 然后还有这个是哥吉拉对摩斯拉、哥吉拉对必要兰蒂，还有这个哥吉拉对戴斯特洛伊亚。那我这边是这个哥吉拉对机械哥吉拉、哥吉拉对王者基多拉，还有哥吉拉对太空哥吉拉。它的厚度蛮厚的，所以就有一个紧身的感觉，就是立体的在里面。那接下来我们的1奖呢，是我们的视觉插画大电版。首先呢，我这边手上的都是这种水墨画风的。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哥吉拉对王者基多拉，不知道是水墨喷溅效果，还是那种有点像是血溅的效果，我觉得很暴力的感觉，张力十足。对，然后哥吉拉身上啊，还有那个基多拉身上的一些那些纹理的细节，都用水墨一样把它还原出来。那后面这个呢一样，哥吉拉对戴斯特洛伊亚用水墨画的效果呈现，超像看起来像什么游戏王里面的这个大魔王的感觉。因为它是跟我们的红莲哥吉拉 PK 嘛，所以它的身体的这边发红的地方，它是用留白的方式去处理，无线条但是却有线条的那种感觉。那下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新哥吉拉，应该算是一个蛮经典的图案，它把它尾巴这个非常长的样子把它还原出来。所以我说嘛，新哥吉拉就是要尾巴，再压力一来，尾巴。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哥吉拉对太空哥吉拉，往下碾压的这个感觉。然后另外这边有4款呢，就是彩色的。第一款这个呢，它就是1984年东京复活的怪兽王的造型，它是走一个比较美式插画风格的路线。因为它的嘴巴的那个牙龈键是粉红色，颜色很鲜艳，然后有点那种版画的风格。第二款有点像是那种比较复古90年代的那种电影杂志，变脸尼可拉斯凯奇跟那个约翰屈服塔。然后它整体的画风也是比较偏可爱的，是哥吉拉对机械哥吉拉，所以有小哥吉拉，还有我们的这个拉顿。然后它像这个右上角也特别注明了，它是93的电影，1993的电影，算是有小巧思在里面。接下来这一款呢，它是比较写实的，对，写实风格的哥吉拉对必要兰蒂，所以它嘴巴这个超帅，经典的这个射线，算是画面上一个亮眼的地方啊。还有这一款呢，它这个也是3个像是巴特拉的翅膀，还有摩斯拉的蛋，还有这边哥吉拉的背鳍。所以它虽然没有呈现出它的整个角色的样子，它就是用一些视觉的方式让你去联想到他们在剧中的模样。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奖 F 奖，告诉你这次的这个 F 奖不得了，不得了。可以说是大家最想要收到，就是我们这个怪兽头像的磁铁。那我们先看到我手上这3款。首先呢，我先介绍这个王者基多拉，它还原的非常非常帅，就它把它脖子做的蛮长的，头这边的那个触角都把它还原，身上的一些皮肤的质感，然后基多拉锐利的眼神，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帅。抽到基多拉算是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好运，因为抽基多拉就是要抽3只，一颗头就不是基多拉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械基多拉。我刚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它很像虾子头，就是那个头拔下来要吸那个虾头。因为机械基多拉它就是机械感比较重一点啊，身上呢也是有一些拼装啊，棱棱角角的样子，比较没有像这个王者基多拉这样是生物感。绿色眼睛，嘴巴里面的那个舌头也有那个导弹的部分也有把它做出来。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2001蛮经典的白眼哥吉拉。还有另外一个特色是它的牙齿比较细啊，对，那它在这边呢都把它还原出来。我这边手上的3款呢，第一款就是机械哥吉拉，然后它就是做了一个整个是金属的涂装。其实我觉得它的涂装蛮好的，就是闪亮亮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它的机械的细节，其实也都做得很细，像它的牙齿啊，还有它嘴巴里面的机械构造，其实都有做出来，我觉得算是真的很有诚意。然后再来呢，就是必要兰蒂，最让我惊艳的都是它嘴巴里面的造型，牙齿跟它的涂装都很有层次，嘴巴里面那个，嘴巴里面的那个很多尖尖的那个都把它还原出来。对，而且它也有做一个那种湿湿的涂装，然后再加上它也是眼神非常的凶狠啊，滴在任何地方都很有气势。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就是1995年的红莲哥吉拉，那我觉得它跟 A 奖还有最后奖一样，它的眼睛都有用那种水亮亮的涂装，让它的眼神变得更锐利、更逼真。它也是有做了一点这种红莲的涂装。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绍的一番赏哥吉拉大怪兽列传。那这个一番赏呢，将在8月11号在一番赏官方认证商店，还有我们的这个全家便利商店的指定店开始做贩售。那也只有我们的官方认证店，还有我们的全家便利商店有这个双重中奖的抽奖机会啊，就有机会呢，可以抽到我们跟 A 奖同款的这只红莲哥吉拉，一抽呢是台币295元，我觉得算是怎么抽都划算吧？对，我觉得算是 CP 值蛮高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绍的。那我们的 Banpresto 一番赏 Expo 2023也即将在最近开始展出，展出的日期是8月10号到8月13号，在华山的蜥蜴馆。高雄场是10月7号到10月10号，也是在我们的高雄博尔特区蓬莱区 B6仓库。那台中呢也会展览，不过台中的时间呢，可能要再麻烦各位玩具人上 Banpresto 台湾的官方粉丝专页去看一下什么时候在台中展览。在现场呢也会有限定一番赏可以抽，那有精品可以买，那各位玩具人千万不要错过啊！那这一款一番赏哥吉拉大怪兽列传也会在活动现场极少量贩售。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大家记得订阅玩具人频道，小铃铛开起来，追踪我们的 IG 上面有更多幕后花絮。那喜欢的玩具人呢，也可以分享出去给更多玩具人看。那玩具，我们下周再见，拜拜，拜拜。哥吉拉每次从那个大楼探出头来啊，都超慢，不知道在慢三小，这是一个神秘感吧？是吗？对啊，就觉得他动作很慢，总会打不倒他。你不要用这个姿势，很奇怪。粘在冰箱啊，或者是粘在什么办公室的柜子啊什么的，就瞬间有质感。粘在那个隔板，办公室隔板。对之类的。整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宇宙。它可能可以粘一些 memo 啊，或者是挂一些小东西啊之类的。memo 是什么？就是便条纸。便条纸和便条纸 memo。